日本的老龄化很严重，年龄超65岁的就占了全国30%的人口，人都七老八十了，还在和年轻人抢工作，为了能活下去，极端点的还会跑去犯罪。毕竟监狱里是管吃管住的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有日本专家建议，所有老人干脆全部切腹自尽，只要年龄到了就都拉去安乐死。更离谱的是，这还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是个弧形岛国，国土面积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4亿人。众所周知，日本自古就是个人多地少、资源稀缺的国家。另外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日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提高，这对个人是件很好的事情。但对日本来说，也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，老人变多了，但新生儿却没几个。本来日本的经济到现在都没恢复，却要花更多的钱在老年人身上，惹得日本年轻人很不爽，觉得老人是能享受了，但自己却得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就业压力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有一个叫成田的专家提了一个建议，就是让所有老人集体切腹，或者说只要是到了年龄的人全部安乐死。毕竟只要人死了，这样就不会占用太多资源。成田还表示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老人也应该自觉一点，不要让人催。为了能将安乐死合法化，成田还拿自己的母亲当做例子。因为母亲患病，家里每个月都得花一大笔钱治病，要是能安乐死，家里的负担也就不会这么重了，简直笑死人了。而这些话呢，还赢得了不少日本年轻人的支持。专家直言，要所有老人集体切腹，不切腹不想体面呢，那就帮他们体面。还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，甚至有人呢觉得这才能拯救整个国家。说实话，这种话要是放在我国，但凡这人不被骂得狗血淋头，都是网友不行。但这是由日本人自己说出来的，那就不奇怪了。毕竟老传统了，但凡做点事呢，就得切腹谢罪。在二战的时候，净搞些自杀式袭击，而且他们还逼迫上万琉球人集体自杀。关键做了吧，还不敢认，想着把教科书里所有涉及集体自杀的全给删掉。而要老人死，那更是传统中的传统。在古代，日本资源不足，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，为了让一大家子活下去，节省点口粮，他们就会把家里年纪最大的老人送到山顶，或者是深山老林里，让老人自生自灭。这事儿不仅被写成了小说，还拍成了电影，跑到法国拿了个金棕榈奖。有了这些基础在，再加上成田这么一说，有人反对是肯定的，但支持的也大有人在。有人甚至表示，只有这样做才能拯救整个国家。现在可能只是说说而已，但保不准在未来会影响的其他方面。其实早在10几年前，当时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就曾说过要老年人快点死去的言论。而在2016年，有个叫植松胜的人，年纪才26岁，就跑进休养中心开补霜，嘎了10几个人。这人也和成田想的一样，觉得老人活的就是累赘，活着也是占用资源。不管是政府还是年轻人，都把问题呢甩锅给老年人。而老年人又是为什么会抢占所谓的资源呢？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觉得明明有养老金，结果都七老八十了还得出来工作。本来岗位就不怎么多，你干了他就没得干，觉得老人呢占据了他们的岗位。事实上不是老人想要工作，而是不工作就得饿死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上个世纪日本泡沫经济破裂，经济水平下降，很多人根本交不起养老金，甚至有的人呢拿到的养老金微乎其微。为了不被饿死，已经退休的只能返岗，没退休的那就继续做下去。然而社会岗位也就这么多，老年人不走，年轻人根本没啥机会，赚不到钱儿，吃得不好住得不好不说，养老保险也交不起。本质上来说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手上拿的养老金就是年轻人交的养老保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年轻人赚不到钱，交不起保险，没有养老金，老年人也活不下去，就只能工作，而工作呢又会抢着年轻人的工作，慢慢的陷入死循环。再加上现代生育率在下降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但老年人却越来越多，年轻人承担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。时间一长，也导致年轻一代对老年人厌恶程度直接拉满。但这些问题不止在日本发生，这是个全球性问题，而且人终究都是会老大。哪怕他们现在这么提，一旦真的成功了，那现在这些老年人面临的问题终究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。不是所有老人都愿意死亡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，不然70、80岁了，那还出来打工赚钱呢？还不是为了活着？不然好好的退休生活不去过，跑这儿朝九晚六的干嘛？闲得没事做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了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